哈喽，我是麒麟。没想到在短短1个星期，村田老师就干出了第199话，估摸着可能是年末了，赶赶进度吧。兴许在年底我们还能看到第200话也说不定呢。上一回我们说到邦古和饿狼的对决，最终由邦古的倒下而结束。丑陋大总统又在这个节骨眼赶来，就要干掉邦古。而另一头战况更为激烈，黑色精子加上黄金精子究极融合，诞生了白金精子。流浪第一边也惊动了神明，最终被神明收回了力量，化为了一滩血水。战况可以说逐渐到达了最高潮。而接下来我们万众期待的秃子也终于被传送到了地表。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将如何发展呢？废话不多说，赶紧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King 亲眼目睹了黑金的究极融合，白金的诞生，此刻是根本不敢泄气，强行硬撑着气势。但在身后的童弟看来，就变成了为什么 King 先生还不动手呢？白金闪闪发亮的躯体，较黄金来说要更为紧致，其长达数米的头型也彰显了一股王霸之气。一旁的众人也看出来了，这变身后的白金确实是体型缩水了，但原子武士能清晰地感受到那股更为惊人的恐怖气息。不过既然有 King 在，话说 King 怎么还不用奥义呢？童迪突然意识到了，难道 King 先生是打算等敌人达到最佳状态再动手吗？不愧是 King， 这样就会令怪人产生更大的恐惧，从而彻底扭转局势。对此我完全赞同。但说时迟那时快，话音刚落，童迪就见 King 开始了行动。童迪激动大叫道 ：“King 先生竟然张开了一直抱着的胳膊，这难道是要开始了吗？真的要那样吗？对那些家伙来说，我下跪求饶的话还管不管用啊？”而在其他人眼里 ，King 这姿态是要准备用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了吗？想到这儿，他身后的性感囚犯僵尸男、原子师徒以及童弟都吆喝了起来，齐声高喊着 King 的名字。哦，大家都这么希望看着我死吗？可就在这时，一道残影袭来，直接撕碎了僵尸男，同时击飞了原子师徒，也打在了性感囚犯身上。童弟等人在保护下才幸免于难。顷刻间，身后的啦啦队全部都倒下了。King 压根儿没看见发生了什么，这下终于是清静了。原来刚才的攻击是白金的长脑袋干的。我都明白哦 ，King， 你希望的是和54兆巅峰时刻的我单挑吧？来吧，用炼狱无双爆热波动炮向我进攻吧。在那同时，我也会打飞你的脑袋。看来只有那个办法了，下跪求饶吧。而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情况也不容乐观。丑陋大总统正俯瞰着昏迷不醒的邦古，这臭老头是被饿狼打败了吗？此刻的饿狼被邦古一拳打脸，还没缓过劲儿来。哈哈哈，本来还想把你慢慢溶解掉呢。邦普还想做点什么，但身体完全使不上劲儿，果然还是得狠狠揍一拳才解恨呢。全身溶解拳！饿狼要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。突然间，饿狼一声长啸，似乎解开了内心的枷锁。就在大总统拳头落下之际，饿狼以更快的速度一拳将其洞穿了。在邦普一脸震惊下，饿狼脚步未停，直杀向了另一边的战场。而此时此刻 ，King 已经在脑海里整理好了说辞：炼狱无双波动炮什么的根本就是玩笑话，我只是个普通人而已，实在是对不起。但谁料他刚说到炼狱无双波动炮，后面的话还未出口，他就因为激动咬到了舌头，保持着正要下跪的姿态，喊出了奥义的那一刹那，一道黑影直奔白金而来。毫秒之间，白金就起飞了。饿狼动作还未停下，转头又盯上了天然水。天然水的高射水炮直射而来，可没想到的是，饿狼直接以拳法开路，硬生生顶着水炮杀了过去。一顿乱拳砸下，时间都还未过1秒。准确说是在 King 咬到舌头喊出炼狱无双波动炮的一刹那，场面上瞬间就被饿狼搞成了这样。在远处的金属球棒看来，场面是非常的壮观，看样子是 King 已经动手了。而此刻的 King 正张着大嘴不敢相信，接着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难以置信地看着自己的双手。另一边的丑陋大总统还保持着被洞穿的姿态，还没搞清状况，低头瞅了瞅肚子上的大洞，啪的一声倒在地上，彻底化为了一滩烂泥。饿狼一顿操纵完后落在地上，整个人看上去越发恐怖了。老头，可实际上在邦古的影响下，他的意识已经慢慢恢复了。就在这时，一股奇怪的波动突然从身后传来，随后从黑洞里面掉出俩人来。哎，出来了吗？来人正是奇遇、Flash 和眼子三人组。好了，到这里一拳重置版第199话就结束了。看这剧情发展，估计下一话就该是饿狼决战白金，再然后挑战奇遇了。当然也可能村田老师不按照原作来，直接安排饿狼和奇遇打，那白金的设定就有点尴尬了。不过不管怎样，村田老师要是一直按照这种更新速度来，就是再安排个钻石金子来，我估计也能接受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，这里有最新的一拳更新消息。那么我是麒麟，我们下期再见。